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星期二，花了几天的时间做了一台电池功率检测仪。因为负载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办法找到比较合适的方案，所以目前也只能够用一些无刷电机来做负载。另外也为了要测试维修后的电动工具，所以我这边拿了2个电池盒，这2个电池盒是空的，这样子我未来修理好工具以后，我就可以用这个电池盒做一个功率的检测。今天可以先来做一个电池的测试。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台的制作方法，就是一个分流器。分流器的部分，你可以购买100A 到200A 的分流器就可以了。那我买1000A， 本来是担心说瞬间的电流太大，比较容易去烧掉。用 AI 查询后，其实是不用到那么大的，大概100A 就已经算足够了。那这次我们也请 AI 来帮忙。那我这边直接将需求告知 AI， 现在都有 AI 帮我们计算公式，可以不用自己算了。AI 直接帮我计算出3种比较常用的模式，也有给我一些其他的相关建议。那这边也计算出最大连续的输出功率以及瞬间的最大输出功率，也一并计算出启动最大的电流，还有稳定持续的电流。如果你的负载可以承受瞬间超过 120A 以上的电流，那你的分流器就可以买超过 200A 以上的规格，因为它的瞬间电流有可能会超过 120A， 功率会超过2000多瓦。也因为如此，我在测试的时候就烧掉1颗电池。电池输入的部分，我是拿之前坏掉的那一台暴力风扇的底座来做一个固定。因为在做这一台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烧掉1颗木田 3.0 的电池，它有电量显示，但是电压已经没有了，电池这边有一个烧焦的味道，所以这算是一个损失啊。所以后来我这边加装了一个保险丝。那保险丝我本来是要找 30A 的，那目前没有，目前只有找到 15A 的。那我这边又加装了一个继电器，防止低电压的时候它会自动做一个保护。电池本身就有保护板的，所以比较不用担心这个。这一个最主要是要测试一些，比如说汽车救援电池的那一种电池，它本身没有保护板的那一种电池，就需要一个继电器来做一个保护。这个继电器也是 30A 的，最大电流可以到250伏特。接线图的部分官网上就有了，这边所有的线路我都是用一组分电盘下去做分电。这边还有一个位置，日后如果有找到一个报废的德伟的电池壳，我们这边就可以再做1颗。这一颗是新款的德伟电池，这一个是旧款的电池壳，找副厂的来做就可以了。那里面都是空的，那我就是从后面这边做固定，直接锁螺丝上去做固定就可以了，接2条正负极的线出来，大概是这样子。这一次的做法一样，我这边都会做一些输入的电源开关。电池的部分，因为我这边大部分都是测试木田的电池为主，要不然就是德伟的，所以我这边就是用木田的接孔下去做。如果以后有其他的电池要做测试的话，我们就去买电池的转接盒就可以了。像这一个就是木田转德伟的，我们就是直接装上去，然后德伟的电池装上去，这样就可以了。装上去以后，它就会自动开机。通常我这边都是建议你要额外做一个独立供电，就是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就是把电源打开，这边做一个额外供电会比较好。然后电池输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电压是 17.91 伏特，所以差不多该充电了。那我先把这一颗充一下电，我剩1格而已。这边换一颗 5.0 的，电压就是 20.4， 那满电压应该是21伏特。这一颗已经买蛮久的一段时间了。电池输入的部分，我们就是买转接盒就可以了。电池烧掉的部分，是因为之前我在想负载怎么做的时候，我先直接用我上次做的这一条当做负载，然后直接下去做测试，它的瞬间功率已经飙到1600多瓦，所以造成电池烧掉。昨天我把它拆起来检查了全部的线路以及一些相关的零件，发现它是这一个 15A 的电杆这边烧掉了。那我有拍照下来，所以我们这一颗就可以先保留。
等日后有收到坏掉的电池，那看有没有这一颗电感，我们直接把它换过去，那这一颗应该就可以救起来了。电池的部分就先这样子，所以后来负载我就把它改成这种无刷电机。测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功率也比较高，所以我后来也去找了一颗30A 的保险丝，这样子整体做测试的话，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负载的部分，我本来是要用这种无刷电机，采并联的方式，然后多做几颗，然后每一颗做一个开关，这样子就可以依序进行功率的检测。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每一个无刷电机的组织不太一样，所以会造成抢电的问题，所以这样子测试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用无刷电机的话，因为我目前只有一个300瓦的电条，所以它测试出来的功率相对偏低。如果真的要测试的话，我至少需要10几颗的无刷电机，那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后来才会做这种电池盒，搭配一些工具下去当成负载来做测试。电线连接的部分最好是将所有的电线做一个统一，那我这边是有什么电线就用什么电线下去做搭配。电线的部分我也上网查了一下，我会用图片呈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测试。那我们这边测试的电池分别是木田的 3.0、5.0、6.0， 对应的电池就是德伟的 4.0、5.0、6.0。测试我会先从原厂的电池开始做测试，这样子后续我们在测试一些副厂的电池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参照。那接下来我们先进行原厂的电池测试。负载的测试我们先从最小的无刷电机开始做测试。那因为这些原厂电池都已经充饱电了，所以我们要先测试小容量功率的话，我们额外拿一颗电池来进行测试。那我们先把电池装上去，那我们这边要给它额外供电。那我们先进行无刷电机的测试好了。那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瞬间的启动电流以及它的功率。那测试之前，我们要先将电源输入的开关这边打开，接下来进行测试。它瞬间的电流居然可以达到20A 左右。那稳定的电流大概在6安培左右，功率的部分就是看瓦数。后来在测试的时候，这一颗无刷电机它坏掉了，先测试给各位看一下。就这样子，它会自动停止，所以我们另外用这一颗来做测试就好。那这一颗瞬间的电流比较小，所以我们加上这一颗。大概只增加了1安培的电流。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来测试一下之前修理好的这一台，这个旧款的电池盒就是搭配这一个起子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启动电流，启动电流大概在3安培左右。那稳定的电流也大概在3安培左右。那如果我们要增加它的压力的话，我们就直接装上一个起子头，然后拿一个钳子把它夹住，稍微夹紧就好，然后启动。这样子就可以到将近15安培的输出功率。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一种充电式的砂轮机来进行测试。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启动电流，它的瞬间启动电流有到20A 左右。那稳定的电流大概是9A 左右。那这种小功率的检测就检测到这边为止。接下来我们用暴力风扇直接来做测试，因为这一种暴力风扇它的输出功率需要比较大的电流，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一个暴力风扇来做测试就好了。那我们先从木田 3.0 的电池来做测试。3.0 的大概需要18安培的启动电流，稳定的电流在18安培左右。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木田 5.0 的电池，已经充饱电了，电量目前有 96%。那我们直接启动机器进行测试，它的电流大概在24安培左右，功率大概在400多瓦。接下来我们来测试木田 6.0 的电池，已经充饱电了，电量有 97%。那接下来进行测试，
大概也在 24.8A 左右的功率。这颗电池的容量以及使用时间已经有一点久了，我再找另外一颗测试看看。接下来我们来测试德伟的电池，这边就需要用转接座装上去。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德伟 4.0 的电池，已经充饱电了，目前电量有 97%。接下来我们进行测试。最高功率是 25.4A。接下来我们进行德伟 5.0 的电池，已经充饱电了，最大功率大概是 24.6A。接下来我们进行德伟 6.0 的电池，已经充饱电了，瞬间启动电流大概是 27A 左右。持续稳定输出电流大概是 26A 左右。这些电池的购买时间大概都已经有超过3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些测试的数据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就可以了。毕竟我这边的经费有限，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材料都买新的来做测试。接下来我们来测试这一些副厂的电池。副厂的电池我昨天花了一点时间将它全部拆开，检查它里面的板子。那我这边都有注记了，这个是大板、小板还有中板，有写一个均衡的均，就是它都是有接均衡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这些副厂牌的电池的测试，看看哪一些电池可以提供比较高的输出功率，那我们就可以留下来，等电池坏掉我们再更换二手的电池，就可以持续使用了。那我昨天也已经将所有的电池都充饱电了，我们先看一下容量跟电压，那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测试出来可以到 23A 左右的启动电流，持续稳定电流大约 22A 左右，但是压降有点快，无法长时间保持稳定的电流。这一颗还算可以，它可以提供20几安培的功率，但是压降的速度比较快。接下来我们测试这一颗电池也有 95%， 那我们直接进行测试。这一颗就完全不行了，它瞬间电流只有不到10安培，然后马上就启动保护了，整个电压就没了，直接拔起来重插，电压恢复，那就证明它的保护板的输出功率完全不足以支撑这一种暴力风扇。那这一颗电池也是小板的，跟刚才那一颗一样。那我们可以将测试的数据写在电池盒上，这样子日后我们就知道哪一些电池可以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将测试出来的数据先写上去。那接下来我们测试这一颗，它一样是小板的，这一颗充饱电只剩下91了。这一颗也有 20A， 问题是它的压降太快了，代表它里面的电池已经容量不足了，这个我们就可以考虑更换了。那我们这边给它稍微注记一下，更换电池。接下来我们拿这个大板的，这个电池不行了，它完全没有电压了，这一颗就坏掉了，我们写 NG。大板的这边还有一颗，这一颗还有 96%， 我们测试一下。这一颗也有20几安培，这一颗电池一样压降太快了，所以需要更换电池了。小板的这一颗也测试一下，它还有 97%。这一颗也是压降的太快了，大概有 19A。那这一个是中板的，这一颗 96%。那这一颗有 23A 的输出功率，压降的速度还算可以。那这一颗我们就可以留着做使用。那这些副厂的电池就测试完毕了，那数据我也写上去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功率输出比较高的保护板留下来，后续更换新的电池，那这一个电池就可以继续做使用了。那我这边副厂的电池个别有小板、中板以及大板3种规格的副厂电池。那我直接把它拆开给各位观赏一下。那这个就是小板的，这个是属于比较中板的，这是大板的。
那这一个是刚才输出功率只有4到8A 的，所以也拆起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个跟小板的设计大致上都差不多啦，不过它少了一片这个零件，所以我后续如果有零件的话，我把它加一个上去，看看它的功率会不会比较大一点。它是每一个都有接均衡线的，这一种板子说实在的好不好，这个我没有办法跟各位确定。这2颗的厂牌是一样的，购买的时间也是一样的，那这一颗已经坏掉了，所以我目前这边只能够测试出它们的功率大小。那我个人当然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比较大版的副厂电池因为相对的话它的保护功能应该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就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啦。那我这边的测试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参考。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星期二，买的配件今天送来了，那我们先进行开箱。这次买的配件就是一些转接盒，包装还不错，先把它都拿出来，我先比对一下物品对不对，应该对了。买这些转接盒就是以后有一些电池要进行测试的，我们就可以用转接盒下去做转接就好，不用接线。那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可能就需要，那先大概示范一下给各位看。这一台是接德伟的接口，那我这边多买了一个德伟的接口，然后它是接木田的电池，这样子我就可以用木田的电池来测试这一台的功率。其他的转接盒就是其他的工具，这个应该是米沃奇的，这个是博士转木田的，然后这一个是木田转博士的，大概是这样子那配件的部分来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测试。那我后面这一台负载测试仪，我现在还在测试功率，等我那一台都已经准备完成了，我再来测试其他工具或者是电池的相关数据。那我这一台大致上已经制作完成了，就是多增加了一个负载的测试仪。那我这边的测试最大以30A 为主，虽然没有办法完整测试出电池的最大功率，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的标准。30A 是这一种电池的比较安全的一个功率放电的测试，长时间超过的话，它对电池的伤害会非常大。大致上简单的测试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那这一颗副厂的电池目前是19.6伏，93%左右。我今天直接用这一台暴力风扇，它是功率比较大的一台暴力风扇。那我们来进行测试。它瞬间最大的功率到40A 左右。然后它马上进入保护了，也就是说这一种副厂的电池它是没有办法应用在这种比较大功率的机器上，因为它马上就会进入保护了。那另外一点可能是因为它容量的问题，导致它降压的太快。接下来我们用这一颗德伟的4.0的电池来进行测试。那因为距离的关系，所以我把它拉近一点，让大家比较方便观看它的数值变化，这样应该看得清楚。那我们直接进行测试。瞬间启动的功率太大了，那我的保险丝只有30A， 所以我不敢长时间的下去做测试。那我稍微测试一下给各位看就好。那初步测试起来，它的瞬间功率可以达到44A 左右，功率已经超过600瓦了。所以你要使用这一种暴力风扇的话，建议还是要用这一种原厂的电池下去做测试会比较好。那我也稍微用负载测试仪测试一下。那我这边的设定就是设定到30A 左右，它最大可以到40A。那我设定40A 的话，它这边的屏幕会显示我们已经超过600瓦了，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进行测试。那我们把它降一下，我们降到30A 就好。那我们进行测试。那这种原厂的电池，它可以稳定的30A 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30A 大概是475瓦左右。那我稍微测试一下就好。那我们一样测试一下这一种副厂的电池。接下来我们用30A 下去做测试。大概测试不到几秒的时间就已经进入保护了。那我这边本来要继续测试木田以及德伟 6.0 的电池在这一台机器上最大的输出功率是多少，但是测试的时候就发现了，昨天测完 30A 的保险丝烧掉了。
因为这一台测出来它瞬间的功率可以到45A 左右，所以还是烧掉了。那我目前最大的只能找到35A 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做测试了。那我这边多做了一个电池盒，有一些机器如果加一个转接座的话，它的方向会不一样，所以我这一个电池盒是做反方向的，这样子装起来它的方向都会朝向这一边，对我来讲会比较好一点。没有转接盒的装上去就是朝向这一个方向，这样子。那这一台的保险丝，我再找看看有没有超过50A 以上的保险丝，因为这样子做测试的话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虽然我可以将这2条线接在一起，不经过保险丝也可以做测试啊，但是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点不安全，所以我还是尽量依照我这个设计下去做测试，我个人认为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这一篇的测试，我大致上想测试的应该都有测试过了。那我这一篇简易型1000A 的电池功率检测仪测试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